很多叔叔阿姨到了50、60岁，心里头都绕不开一个老念头，总觉得人老了牙松、牙掉都是老天爷定好的事，一辈子过来，身边长辈都是这样，自己也就跟着认命了。可我在牙科干了快30年，见过太多老人带着一嘴松牙、残牙来就诊，一问才知道大半辈子没正经看过一次牙，理由永远是那句老掉牙嘛，正常掉完镶假牙就行。每次听到这话，我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，这哪里是正常衰老，分明是被错误观念耽误了一辈子，硬生生把牙周病拖成了掉牙的结局。咱们先看一组实打实的全国调查数据。第4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清清楚楚显示，65到74岁的中老年朋友平均嘴里只剩下22颗半牙，换算下来，这个年纪的人平均已经掉了将近10颗牙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这些脱落的牙齿里超过90%都不是因为年纪大自然脱落，罪魁祸首从头到尾都是牙周病，不是岁月也不是年纪。老掉牙这3个字真是害了一代又一代人，从小听到大，早就刻进骨子里，大家都默认人老了牙就该掉，这是逃不掉的宿命。可今天我掏心窝子跟大家说句实在话，牙齿本身硬得很，牙釉质是人体最硬的组织，一辈子都不会因为变老变软变脆，牙根也不会凭空从骨头里松脱落。一颗牙能不能稳稳当当待在嘴里，关键从来不是牙齿本身，而是支撑它的牙槽骨、牙龈、牙周膜。这些组织完好无损，牙齿就能陪你走到80、90岁，一点不夸张。人家国外做过长达几十年的长期追踪研究，那些一辈子坚持每年看2次牙，认真做好口腔清洁的老人，到了75岁，嘴里还能保住20颗以上能用的天然牙，比那些一辈子不管牙不护牙的老人，牙齿健康状况好太多，差距一目了然。这就彻底说明，牙齿好不好，从来不是年龄说了算，是你平时的生活习惯，有没有重视口腔健康，有没有及时干预牙周病说了算。老掉牙这个说法，说白了就是给牙周病盖了一层厚厚的遮羞布，让大家把牙周病的破坏当成正常的衰老，任由细菌在嘴里偷偷搞破坏，自己却浑然不觉。等发现牙松了、牙疼了、牙掉了，一切都晚了。牙周病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疼，是它太安静了，安静到几乎没有明显痛感。很多叔叔阿姨刷牙时偶尔出点血，觉得就是上火了，喝点凉茶，吃点清淡的就好。吃东西时牙根有点发酸发软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嘴里总有点挥之不去的异味，嚼口香糖用漱口水都不管用。这些细微的信号大家全部当回事，甚至觉得是正常现象。可就在你一次次忽视、一次次放任不管的时候，牙龈缝里的细菌一直在疯狂繁殖，持续分泌毒素，炎症一点点往牙根深处钻，慢慢侵蚀支撑牙齿的牙槽骨，无声无息，却破坏力十足。很多人一辈子都搞不清牙周病到底是怎么来的。今天我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楚，核心就一个东西，牙菌斑，就是一层紧紧粘在牙齿表面、牙缝里、牙龈缝里的细菌膜。这东西特别顽固，粘得很，光靠漱口、嚼口香糖，用普通漱口水根本冲不掉、洗不掉，必须靠实实在在的物理清洁，也就是正确刷牙，配合牙线、牙缝刷，认认真真把它刷掉清掉。要是每天清洁不到位，牙菌斑日积月累，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变硬，钙化变成牙石。牙石比牙菌斑更顽固，牢牢粘在牙龈下面，牙根表面自己在家怎么刷怎么抠都弄不掉，只能去正规口腔机构，通过专业洗牙、深层洁治才能彻底清除。牙石越积越多，越积越深，炎症就会越来越重，从牙龈表层一路蔓延到牙根、牙槽骨，最后直接啃食牙槽骨。
这里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、最扎心的事实：牙槽骨一旦被炎症破坏，慢慢流失吸收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，再也长不回来了。骨头流失30%的时候，牙齿看着还挺稳，没什么感觉。一旦流失1半以上，牙齿就会开始明显松动，一味吃东西不敢用力。到这个阶段，再想补救就难了。可不是简单洗个牙，用点药就能解决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牙周病从来不是只毁牙，它跟全身健康紧紧绑在一起。咱们国内最新的医学研究早就证实，中重度牙周炎的中老年朋友，身体里的炎症物质比口腔健康的同龄人高出好几倍。这些炎症物质顺着血液流遍全身，会直接影响血糖稳定，让糖尿病更难控制，还会大大增加心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，甚至影响全身骨头的健康。你看，一口牙不好，不光吃不好，睡不香，全身都跟着遭殃，得不偿失。咱们再好好说说，为啥牙周病偏偏最爱找上年纪的人？不是说年轻人就不会得，现在30、40岁牙周不好，牙龈出血，长牙石的年轻人也不少。可为啥老人一发现牙周病，基本都是中晚期，损伤特别重，问题特别多？核心原因就3点。第一就是积累效应。牙周病不是1天2天得的，是10几年、几十年慢慢熬出来、拖出来的。年轻的时候，牙龈偶尔出血，有点红肿，轻微炎症，不当回事，不刷牙，不认真清洁，不看牙，这些小问题就一直藏在嘴里，慢慢加重。到了50、60岁、60、70岁，几十年的问题一下子集中爆发，就变成了严重的牙周病，牙齿松动脱落，全是年轻时欠下的账。第二就是年纪大了，免疫力明显下降。咱们年轻的时候身体抵抗力强，新陈代谢快，口腔里有点小炎症，自己就能扛过去，消下去，很快恢复。可上了年纪，身体机能慢慢衰退，免疫力越来越弱，对牙周炎症的控制力、抵抗力也跟着变差。同样多的细菌，同样程度的刺激，年轻人没事，老人就容易发炎、红肿、烂骨头，而且炎症好的特别慢，越拖越重，恶性循环。第三就是基础病和长期吃药的影响。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糖尿病、高血压这些慢性病。糖尿病和牙周病是一对坏搭档，血糖控制不好，牙周炎症就特别难好，反反复复。反过来，牙周病越重，血糖也越难稳定，互相影响，越拖越糟。还有些老人长期吃降压药、治癫痫的药，吃久了会导致牙龈肿大、变厚增生，牙缝变窄，更难清洁。细菌、牙菌斑更容易藏在里面，炎症越来越重，这些都是老人牙周病高发、加重、难治愈的关键原因。很多叔叔阿姨到了60多岁、70多岁，牙松了、掉了、疼了，就直接放弃，说算了，年纪大了，护不护牙都没用了，反正都要掉，干脆等掉完了镶假牙、种牙就行。我每次听到这话都特别着急，特别心疼。今天我一定要清清楚楚跟大家说，护牙从来没有太晚一说，60岁开始护牙一点都不晚，70岁、80岁开始重视也来得及。牙周治疗护牙的核心目的，不是把已经流失的牙槽骨长回来，咱们不夸大、不忽悠、不搞虚的核心，就是把口腔里的炎症彻底控制住，不让骨头再继续流失、破坏，保住剩下还能用的牙齿，让牙齿稳稳当当，能正常吃饭、嚼东西、咬硬物，不疼、不松、不掉。这个目标不管多大年纪，只要愿意重视，愿意配合治疗，愿意好好清洁，都能实现。医生通过专业的深层节制，牙根平整，把牙根下面藏着的自己清不掉的细菌牙石彻底清除干净，把炎症消下去，再配合自己在家认认真真做好日常清洁，每3个月去医院复查一次，轻中度牙周炎完全能稳住，不恶化、不加重。很多叔叔阿姨刷了一辈子牙，
方法全错了，你可别不信。错误的刷牙方式比不刷牙还伤牙，毁牙。很多人一辈子都习惯横着使劲来回刷，像锯木头一样刷得又快又用力，觉得这样才干净才彻底。其实啊，这么刷不仅刷不到牙龈缝，牙缝里的脏东西，还会把牙根处薄薄的牙釉质磨坏，磨掉越刷牙缝越大，牙根越敏感越酸软，牙龈越容易出血发炎，简直是越刷越坏。正确的刷牙方法，我今天教大家一个最简单最好记最实用的巴氏刷牙法。把牙刷刷毛对准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，斜45度角轻轻贴在上面，然后小幅度短距离来回轻轻颤动，别使劲拉别使劲锯，每颗牙刷10几下，慢慢刷仔细刷，重点把牙龈缝牙缝清干净。刚开始改方法会不习惯别扭，坚持1、2周就适应了，一辈子受益。牙缝清洁更是重中之重，不能忽视。很多老人牙龈萎缩，牙缝变宽变大，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牙缝深处，食物残渣、细菌、牙菌斑全藏在里面，时间长了就发炎、长牙石、烂骨头。牙缝宽、牙缝大的叔叔阿姨，别只依赖牙线，用牙缝刷更合适、更实用。大小选刚好能轻松塞进牙缝的，轻轻来回刷，把牙缝里的脏东西彻底清干净。家里条件允许的，备一个冲牙器，吃完饭刷完牙后冲一冲，把牙刷牙缝刷不到的死角、缝隙里的残渣冲干净，清洁更彻底更到位。最后还有最关键最不能省的一点，定期做专业口腔检查和洗牙。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，自己在家刷的再认真再仔细，总有刷不到清不干净的死角，时间长了还是会长牙石、脏细菌，所以每半年到1年一定要去正规口腔机构做一次全面口腔检查，洗一次牙。洗牙不是浪费钱，不是没必要，是给牙齿做一次深度大扫除，专业清洁，把自己清不掉刷不掉的牙石、细菌、色素全清干净，早发现早处理小问题、小炎症，别等牙松了、牙疼了、牙掉了才后悔才着急。叔叔阿姨们，咱们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打拼，养家糊口，照顾儿女，大半辈子都在为别人活到老了吃，最该好好疼疼自己，善待自己，能好好吃饭，嚼得香，吃得下，睡得好，身体才硬朗，精神才好。别再信老掉牙的老话旧观念了，牙齿好不好、掉不掉，全靠平时重视，好好护。从今天起，改刷牙习惯，认真清洁牙缝，定期去看牙、洗牙，把牙周病挡在门外，保住自己的天然牙，吃得香，睡得好，少生病，健健康康，舒舒服服过晚年。这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实在、最珍贵的福气啊！别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一口好牙才是晚年幸福的底气啊！